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午夜电台的直播室里，只有微弱的灯光和机械运转的声音。主持人小王低头检查着脚本，脸上带着些许倦意。这已经是他第3年负责这个深夜节目了。对于深夜节目来说，听众的参与很重要，尤其是那些喜欢打进来分享故事的人。这晚，节目的主题是人生中最诡异的经历。小王的声音沉稳又带点慵懒，通过耳机传入无数深夜未眠者的耳中。凌晨1点左右，节目进入高潮。小王接到了数通电话，大多是听众讲述一些略带灵异色彩的故事，或多或少有些离奇，但他听多了这类故事，习以为常。他总能用幽默化解听众的紧张气氛，让节目氛围更为轻松。就在节目接近尾声时，电话线突然响了起来。这声音仿佛带着某种奇特的质感，刺穿了宁静的空气。小王接起电话，习惯性地用温和的声音问道：“您好，这里是午夜故事电台，我是主持人小王，请问您怎么称呼？”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，沙哑而低沉：“我有个故事，你想听吗？”小王微微一愣，那声音带着诡异的颤抖，仿佛压抑着某种情绪。他稳住心神，回答道：“当然，这是分享故事的地方，请说吧。”女人的声音逐渐清晰，但依旧带着一丝不安：“我叫阿静，这个故事发生在10年前。那是我最后一次和我的母亲一起过夜。那晚，她不停地说有人在门外敲门，但我看不到任何人。”小王皱了皱眉，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些，这听起来有些可怕。那后来呢？阿静继续说下去，语气越来越低沉。那天半夜，母亲让我把门锁得更紧，说外面的人一直在敲门，他们的声音越来越急促。直到凌晨，我终于忍不住透过门缝看了一眼。小王屏住了呼吸，耳边只听见耳机里传来的女人呼吸声。他轻声追问：“你看到了什么？”阿静的声音开始颤抖，像是在努力压抑某种恐惧。我什么都没有看到，门外只有一片漆黑，但我却感觉有什么东西在看着我。第2天早上，我母亲就去世了，医生说是心脏病突发，但我知道那晚的门外真的有东西在。说到这里，电话里传来了细微的杂音，仿佛有人轻轻地敲着话筒。小王感到一股寒意从背脊爬上来，他清了清嗓子，试图打破沉默：“阿静，你还好吗？”对方却不再回答，电话里只剩下一片静默。小王试着呼唤了几声，但那边始终没有任何回应。他以为是技术故障，挂断了电话。然而，事情并没有结束。几分钟后，电话再次响起，还是那个号码。小王有些迟疑，但还是接了起来：“喂，阿静。”这次电话那头没有声音，只有一种奇怪的低频嗡鸣，像是什么机械设备在运转。小王突然感到手心发凉，忍不住再次开口：“请问，你还在吗？”这时，那个沙哑的声音再次响起，但内容却让小王心跳加速：“你看过门缝吗？你也能看一眼，试试吧。”话音未落，电话就被挂断了。小王坐在直播室里，手心已经被冷汗浸湿。他低头看了一眼电话屏幕，那通来电的号码居然是空号。他试图调整自己的情绪，对听众说了一些安慰的话，强行让节目正常进行。节目结束后，小王拿着那串号码，想找技术部门帮忙查一下。然而，电台技术人员告诉他，那通电话根本没有进入通话记录。不可能！小王感到毛骨悚然，他分明记得自己接听了那通电话，甚至与对方对话了好几分钟。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。那天晚上，小王回到家后，总觉得自己的公寓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感。他坐在沙发上发呆，
脑海中不停地回放着那个女人的声音：“你看过门缝吗？是吧？”午夜时分，他终于鼓起勇气站起来，走向公寓的门。门外的走廊一片寂静，只有昏黄的灯光透过门缝照进来。他弯下腰，用眼睛对准门缝，试着向外看去。那一瞬间，他感觉自己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。门缝外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片漆黑，但那漆黑中好像有一双眼睛正紧紧盯着他，带着某种渗人的恶意。小王猛地站直身体，慌乱地锁上门，背靠着墙，喘着粗气。他试图说服自己这只是自己的幻觉，但那晚他再也无法入睡。从那天起，小王开始频繁地梦到那双眼睛，梦到一个模糊的身影站在门外。他的精神状态越来越糟，甚至开始对深夜节目产生恐惧。最终，他向上司提出调整工作时间的请求，退出了午夜时段的节目。然而，即使他再也没有主持午夜节目，那通电话和门缝外的眼睛依旧成为他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。偶尔，他还是会梦到那个女人的声音，在梦里轻声问他：“你看过门缝吗？”这件事在电台内部流传开来，许多深夜值班的员工都表示，偶尔会听到直播室里传来敲门声或微弱的低语。他们都说那是一个深夜节目的诅咒，因为午夜之后总有一些听不见的声音正在等待着被听见。那天晚上，黄建东结束了一场冗长的拍摄，时钟指向凌晨3点，城市早已进入沉睡，连车水马龙的街道都变得空荡荡。拍摄现场离他的住所不远，但他依然选择打车回家。深夜里，路灯的光线显得苍白无力，四周笼罩着一种压抑的寂静。出租车在他的公寓楼前停下时，整个大楼仿佛是被时间冻结了一样，没有一丝生气。建东拎着随身包，快步走进大堂。他按亮了电梯按钮，抬头看向墙上挂着的闭路电视屏幕。屏幕中显示着电梯内的实时影像，那是一个狭小、封闭的空间，四壁光滑，反射着微弱的灯光。然而，他却注意到，在电梯的角落里站着一个人影。那是一个男人，低着头，双手垂在身侧，身体笔直，整个人被阴影笼罩着，看不清楚脸。建东皱了皱眉，心里有些不舒服。他心想，这么晚了，谁会站在电梯里一动不动？他本能地往后退了2步，却又觉得自己的反应有些可笑。可能只是住户太累了，恰好低头休息吧。他摇了摇头，强行安慰自己。电梯到达1楼时，门缓缓打开。建东抬起头，眼前的景象让他愣住了。电梯里空无一人，那个应该站在角落的男人仿佛凭空消失了一样。一股寒意爬上建东的背脊，他快速走进电梯，按下了自己所在的楼层按钮，努力说服自己刚才只是眼花。电梯门关上后，他忍不住再次抬头看向顶部的闭路电视。屏幕上，电梯里的画面依然清晰可见，然而在角落里，刚才那个男人的身影又出现了。这一次，他能清楚地看到，那个男人依然低着头，但似乎在微微颤动，像是某种不正常的抽搐。建东的心跳骤然加速，他转身看向角落，却发现那里依然空无一物。屏幕中的身影和现实中的空荡形成了诡异的对比。他的手心开始冒汗，眼睛死死盯着屏幕，像是生怕错过什么细节。突然，那个低头的男人慢慢抬起了头，露出一张苍白无血色的脸。他的眼神空洞无神，嘴角却勾起了一抹诡异的笑容。建东猛地后退，几乎撞上了电梯的墙壁。他慌乱地按下最近的楼层按钮，心里祈祷电梯能快点停下。然而，画面中的男人忽然动了，他迈着僵硬的步伐，一步步朝建东的方向走来。那诡异的笑容变得越来越清晰，
眼神中满是疯狂。叮，电梯终于停了下来，门打开的瞬间，建东几乎是跳了出去。他站在走廊里，大口喘着气，回头看了一眼电梯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闭路电视屏幕上的画面也恢复了正常，那个男人像是从未存在过。建东用力拍了拍自己的脸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他告诉自己，可能只是太累了，产生了幻觉。回到家后，他锁上门，开了所有的灯，坐在沙发上发呆。他不敢再看电视，更不敢靠近窗户。刚才那张苍白的脸和诡异的笑容，仿佛刻在他的脑海里，怎么也甩不掉。那一晚，他辗转反侧，始终无法入眠。每次闭上眼睛，脑海中就会浮现那个男人的身影，以及他慢慢靠近的步伐声。第二天，建东决定把这件事告诉管理员。他找到大楼的值班人员，要求调取昨晚的监控录像。管理员翻查了一阵后，脸上露出一丝疑惑，昨晚的监控出了点问题，录像一直卡在凌晨2点的画面。建东愣住了，他记得很清楚，自己是在3点钟左右进的电梯。可是管理员给他看的监控画面里，电梯里的确站着一个男人。那个男人低着头站在角落，正是他昨晚看到的样子。你看到这人了吗？建东压低声音问。管理员皱着眉头摇了摇头，没有人报告有异常，我想可能是录像机坏了吧。再说，这画面是静止的，根本没有播放到后续。建东盯着那张静止的画面，心中越发不安。昨晚那诡异的经历绝对不是他一个人的幻觉。如果画面是静止的，那他为什么会看到那个男人动了起来，甚至露出了诡异的笑容？此后的几天，建东刻意避免在深夜出门。他调整了拍摄行程，尽量把工作安排在白天。然而，即使在阳光下，他依然感觉到那双空洞的眼睛仿佛在某个地方盯着自己。某天晚上，他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号码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起来。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低沉而沙哑的声音：“你还记得我吗？”建东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，他强忍着恐惧，颤声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对方轻轻地笑了，笑声低沉而诡异：“我在角落等你呢。”电话随即挂断，建东愣在原地，浑身冷汗。他试着回拨过去，却提示号码是空号。这通电话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他迅速收拾行李，决定搬离这栋公寓楼。然而，就在他准备离开的那天，他经过大堂，再次看到了那个闭路电视屏幕。画面里，电梯的角落里依然站着那个男人，低着头，一动不动。建东不敢再看，匆匆逃出了大楼。那之后，他再也没有回去过。他搬到另一个城市，切断了一切和过去的联系。然而，每当午夜时分，他的脑海中总会浮现那个男人的身影，以及那声低语：“我在角落等你。”午夜的电台直播室里，气氛总是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诡异。昏黄的灯光从天花板上垂下来，映照着主持人桌上的话筒和音控设备，让这个小小的空间显得更加狭窄和封闭。小林是电台深夜节目的主持人，这个时段的节目通常围绕灵异故事展开。他早已习惯了听众们打来的各种奇怪电话，分享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。对于他来说，这不过是一份工作而已。那天晚上，节目进行得非常顺利。小林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，仿佛能穿透夜色，直达每一个失眠者的耳边。他一如往常的开场，讲了几个流传甚广的都市传说，气氛逐渐烘托起来。听众的电话也如潮水般涌入，他忙着接听，一个接着一个地引导故事。节目进行到后半段时，一通特殊的电话彻底改变了这个夜晚的氛围。
您好，这里是午夜电台，请问怎么称呼您？小林熟练地接起电话，声音中带着一丝随意。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短暂的静默，接着是一个微微颤抖的男声：主持人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说，但我觉得我必须告诉你们。小林挑了挑眉，略带兴奋地问：哦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请放心说吧，这里是午夜故事的舞台。那人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极力压抑某种恐惧。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，发生在灵堂守夜的时候。话音未落，直播室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。小林握着话筒的手不自觉地紧了紧。灵堂这个词对于任何深夜节目来说，无疑是最具冲击力的话题之一。好的，我们静静听着，您慢慢说。小林刻意放低声音，语气里透着一丝严肃。对方深吸了一口气，开始缓缓地讲述他的故事。那是去年冬天，我父亲去世了。我们家按照传统，在家里设了灵堂，守夜3天。第一晚一切正常，亲戚们坐在灵堂里，有说有笑，气氛还算热闹。但到了第2天晚上，人都散得差不多了，只剩下我一个人和几个亲戚在守夜，然后就出事了。小林侧耳听着，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，仿佛在随着故事的节奏调整自己的心情。晚上11点多，灵堂里只剩下我和一个堂弟。那时候我们坐在灵桌旁边，一边烧纸钱一边聊天。烛火摇曳得厉害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烧焦的纸灰味。突然我听到门外有脚步声，像是有人慢慢地走近。我当时以为是村里的邻居来祭拜，就站起来去开门，可门外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冷风呼呼地吹进来，让人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小林忍不住插话：脚步声很清楚吗？对方毫不犹豫地回答：非常清楚，就像是穿着拖鞋在水泥地上走一样，一步一步，非常有节奏。小林打了个冷战，这样的细节让整个故事的氛围更加诡异。我回到灵堂后，堂弟也觉得不对劲，说可能是有人恶作剧。我们索性关上门，继续守着。然而，过了没多久，我又听到了奇怪的声音，这次不像是脚步声，更像是一种低沉的哼唱，断断续续地从灵堂的墙后传来。唱歌？小林的声音中带着惊讶。对，就像是老人在念经，但声音含糊不清，分不出词句。当时灵堂后面是空地，根本没有人住。我越听越害怕，拿着手电筒就想去看看，但堂弟死活拉住我，说夜里去看这种东西可能会出事。小林屏住了呼吸，等待下文。我们熬到了凌晨，打算轮流休息一下。我躺在椅子上打盹，迷迷糊糊中仿佛听到灵桌旁有人在说话。我猛地睁开眼，看到堂弟站在灵桌前，对着父亲的遗照小声嘟囔。我叫了他几声，但他一动不动，像是没听见。我刚要站起来，堂弟突然转过头来，脸色苍白的吓人，眼神空洞无神。他的嘴唇颤抖着说了一句话，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。他说：叔叔说他冷，让我给他披件衣服。小林感到一阵寒意从背后袭来。那后来呢？我当时被吓得不轻，连忙把堂弟拉回来，但他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力气一样，瘫倒在地。我们赶紧把灵堂的灯全都打亮，却发现桌上的遗照竟然被移动了位置，旁边还多了一张椅子，仿佛有人刚坐过。天亮后，我们把事情告诉了长辈，他们找了村里的道士过来做法。道士说，灵堂设在那个地方犯了禁忌，可能引来了不干净的东西。后来我们匆匆把父亲的灵位移到了寺庙里，这才结束。对方的声音越来越低，最后甚至带着一丝颤抖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不敢独自守灵。那晚发生的事，直到今天仍然让我后怕。故事结束，直播室里陷入短暂的沉默。小林轻轻地吸了一口气，用平静的语调安慰着听众：谢谢这位听众的分享，
确实是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经历，也提醒我们对这些传统仪式要多一些敬畏之心。然而，节目结束后，小林却始终无法平静下来，仿佛那个低沉的哼唱声从话筒中传来，萦绕在他的耳边，挥之不去。他环顾空荡荡的直播室，心里不禁冒出一个念头：那些深夜里打进来的电话，真的都是人吗？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《鬼影档案馆》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恐怖小故事哦。你们有类似的或者其他的灵异经验吗？欢迎留言分享。《鬼影档案馆》，我们下次见。